炸穿伊朗命脉，90%原油出口完蛋了。美军5000磅钻地毯出击，伊朗权力体系濒临全面崩溃。以色列猎杀高层行动曝光，美军中东派遣最新战力。中东局势骤然升级，战火正从军事目标转向更具破坏力的国家命脉。伊朗官方证实，美军与以色列已对南部能源重镇阿萨鲁耶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伊朗最核心的能源枢纽之一南帕尔斯气田相关设施。这一地区不仅承担着全国相当比例的天然气生产，更关系到出口收入、工业运转乃至民生供给，被视为伊朗经济体系的心脏地带。根据披露信息，南帕尔斯气田第3至第6期工程在此次打击中均遭波及，多处储罐天然气处理装置被命中，现场发生连环爆炸，火势迅速蔓延，浓烟冲天。伊朗方面已紧急关停部分生产单元，组织人员疏散，并全力控制火情。截至目前，尚无明确人员伤亡数据，但实际损失仍在评估之中。南帕尔斯气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其与卡达共享的部分构成了南帕尔斯北穹顶天然气凝析油田。对这一节点的打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对抗，而是直接冲击国家能源供给与财政基础。最新消息指出，伊朗布希尔省的南帕尔斯气田发生火灾，火灾集中在该气田最大的天然气处理厂。这一设施是伊朗能源网络的关键节点，不仅供应全国约75%的天然气，还为大部分发电厂提供燃料。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疏散警告，要求附近人员迅速撤离，以防事故扩大带来更大风险。美军近日还空袭了伊朗布希尔省哈格岛的主要石油出口枢纽与军事设施，卫星影像显示，岛上机场跑道等关键目标受损严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我们的军队表现非常出色，我们打击了哈格岛，几乎摧毁了岛上所有设施，仅剩一项石油设施尚未被完全破坏。有报道指出，川普锁定哈格岛意在削弱伊朗经济能力，但多位军事与战略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真正战略目标可能是荷姆兹海峡中央的格什姆岛。战略评论员尼达尔表示，伊朗掌控海峡部分关键区域，格什姆岛是其中最大且地形最复杂的岛屿，对周边航道的控制至关重要。格什姆岛被视为伊朗在海峡核心的战略据点，岛上建有地下防御设施，即便沿岸遭到攻击，仍可通过无人机持续威胁过往航道。外界分析认为，一旦美军掌握该岛，将有可能大幅削弱伊朗对油轮和商船的攻击能力，确保海峡通行安全。川普更警告称，若不彻底摧毁这些设施，伊朗将在短期内重启核计划，对以色列甚至整个中东构成威胁。为了确保对海峡的控制，美军可能派遣具有100年战功的精锐陆战队第1师前往格什姆岛。这意味着战事可能从空中打击升级为地面夺岛战，冲突规模和强度有望进一步扩大，区域局势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相比打击导弹阵地或军事基地，这类行动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晰，削弱伊朗持续运转的能力。能源系统一旦受损，不仅影响出口创汇，还会迅速传导至电力、工业乃至居民生活层面，形成连锁反应。从近期局势来看，伊朗面临的压力正呈现多点叠加，一方面，军事与安全体系频繁遭受精准打击；另一方面，能源与经济基础开始受到实质冲击。这种由外围消耗向核心打击的转变，意味着冲突正在进入更深层阶段。周二，随着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声令下，霍尔木兹海峡上空霹雳炸响，美军多枚重达5000磅的钻地炸弹精准砸向伊朗沿海加固导弹阵地。这场干脆利落的精准打击是美军史诗之怒行动的一部分，目标直指威胁全球能源通行的关键设施。长期以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当作自家后院，密集部署反舰导弹，把民用油轮当作要挟筹码，全球航运险象环生。无数商船提心吊胆，能源供应链频频告急，而国际社会的劝诫对伊朗而言却如耳旁风。
当军事威胁公然凌驾于公海秩序之上，光靠口头抗议毫无用处，唯有雷霆手段才能刹住歪风。此次行动目标明确，出手克制，仅针对威胁航道的军事设施，不伤及平民，不扩大事态，用最小代价扫清航道毒瘤。5000磅钻地弹击穿的不只是钢筋混凝土攻势，更是对把军事霸权架在全球贸易头上的蛮横逻辑的一次正面反制。总统川普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此次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摧毁了一些被认为不可能摧毁的东西，破坏力度甚至可能让伊朗军事能力需要数年才能恢复。他强调，这次行动必须铲除这个毒瘤，并暗示未来可能继续推进类似打击，以确保威胁彻底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承载约1/5的原油流动，是全世界的海上通道，而非某一方私藏的武器库。保障油轮安全通行，维持能源供应链稳定，本就是大国应承担的责任。伊朗若真为民生着想，该做的应是拆除威胁航道的武器，而不是用民生绑架国际秩序。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迅速演变为一场多国介入的安全危机。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当局正与中东以外的8个国家展开磋商，拟允许以人民币结算石油的船只安全通过荷默兹海峡。知情人士指出，这些国家是在伊朗提出该机制后主动接触德黑兰，探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消息中并未披露具体国家名称，但表明伊朗正在权衡更全面的方案，希望在维持现有封锁措施的同时，对海峡的海上交通进行进一步管理。在伊朗持续对该关键水道施加压力之际，阿联酋释放出重要信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阿联酋正考虑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护航行动，以保障航运安全。相关讨论仍在进行，尚未形成最终方案，但他强调，无论是亚洲、中东还是欧洲国家，都有责任确保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畅通。在更大范围内，国际社会也开始评估直接介入的方式。英国方面提出考虑部署无人扫雷系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水雷威胁，协助恢复航道通行能力。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不希望被卷入更大规模冲突，倾向采取低风险、有限度的参与方式。可以看出，这场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逐渐演变为围绕能源通道安全的多方博弈。军事对抗、能源风险与外交角力交织在一起，使局势更加复杂。美以对伊朗的联合行动进入第18天之际，川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时表示，这2起击杀行动让伊朗领导层几乎名存实亡。其中一人为伊朗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阿里·拉里贾尼，另一人为在镇压今年1月反政府起义中负有直接责任的巴斯基准军事部队指挥官戈拉姆雷扎·苏莱曼尼。以色列国防军在 X 平台宣布，拉里贾尼在德黑兰附近藏身地被精确打击身亡，而苏莱曼尼则在德黑兰市中心定点袭击中丧命。以军强调，这2人军直接参与了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其死亡对伊朗高层构成沈重打击。有趣的是，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调侃道，美国为拉里贾尼悬赏1000万美元，我们免费完成了任务。据悉，伊朗官方媒体最初尝试混淆视听，拉里贾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手写悼词，声称为海军阵亡、官兵致哀，试图显示自己仍在。但缺乏视频等确凿证据，且悼词针对的事件早已过去多日，显得欲盖弥彰。最终，在今天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司法部长穆赫塞尼·埃杰伊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正式对拉里贾尼和苏莱曼尼的殉难表示哀悼。官媒正式宣布其死讯。综合多方信息，拉里贾尼之死细节逐渐明朗，以色列情报部门成立特别小组，全天候监视拉里贾尼动向。16日晚，他现身德黑兰市中心一栋公寓，以色列战斗机随即投下20枚重磅炸弹，将建筑彻底摧毁。拉里贾尼、其子、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助理及多名高级官员同死。伊朗官方称其为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奋斗终身，获得殉道的恩典。另外，几天前，情报部长伊斯梅尔·
哈提卜还在高调宣称自己彻底瓦解摩萨德渗透网路，结果精准空袭让他横死德黑兰。以色列总理授权军方无需进一步许可即可对伊朗高官采取行动，精准情报与突袭让哈提卜的反谍功绩化为死亡证明。哈提卜之死不只是人员损失，而是整个情报中枢瘫痪，内部网路暴露，高层人人自危。此前接连有高官遇袭，如今连掌舵者都难逃一劫，伊朗统治阶层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吹得再响的政绩也挡不住导弹的精准。多名官员向媒体坦言，每一天都如履薄冰，没人知道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还有消息指出，在拉尔市，无人机击毙了一名69岁的法官霍斯拉瓦尼，他干了一辈子的司法工作，签发逮捕令，审判抗议者，把人送上刑场，却被一颗从天而降的铁疙瘩结束了生命。以色列空军明确表示，这只是开始。外界共识明确，以色列不会停手，目标直指伊朗领导层，逐步削弱甚至彻底瓦解现有权力结构。比死亡更致命的是权力体系的崩塌。多位官员拒绝填补关键职位，无人敢站上台前，原本运转有序的治理体系正在加速失速，控制力骤然下滑。更令伊朗胆寒的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下达最高级指令，对于任何确认身份的伊朗或真主党高级官员，军方包括空军飞行员及指挥官，可立即发动打击，无需再行额外审批。这意味着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进入全面加速模式，目标锁定，执行链条前所未有的简化，猎杀力度和频率将达到最高水平。这才是最狠的一击，不攻城，不占地，只攻心，只断根。连续的精准打击制造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心理地震，让高层人人自危，互相观望，不敢担当。一个国家的核心管理层一旦陷入恐惧与退缩，再强硬的口号也无法支撑摇摇欲坠的现实。一段来自胡吉斯坦省的视频显示，美国和以色列正在打击或采取行动的多处伊朗政权建筑已成废弃状态，几乎空无一人。该视频由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拍摄，他们是反对伊朗政权的武装力量。另外，伊朗官方媒体披露，在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有5000名军警阵亡，超过15000人受伤。伤亡最严重的集中在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防暴警察部队。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警察特警、退休军人甚至连续2个月未领薪水。部分人员已拒绝参加所谓亲政府集会，革命卫队不得不试图召回退休人员补充战力，以应对日益紧张的人力短缺。战火与经济压力双重打击下，伊朗安全体系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崩溃边缘。以色列情报的精准程度令人震撼。早在贝鲁特，4名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成员在酒店开会时就被无人机定点摧毁，无一生还。如今，阿里·拉里贾尼在德黑兰被击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以色列对阿亚图拉政权高层的猎杀行动已成为系统化、全天候、全方位的持续作战。真正令人警觉的，并非单纯的火力，而是一种外界难以看清的特殊追踪能力。据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人士透露，这次行动依赖渗透式情报网络、实时数据汇总和快速决策链条的高度整合，一旦目标短暂暴露，即刻锁定。即便拉里贾尼在哈梅内伊遇刺后转入幽灵状态，频繁转移，严格管控通信，也仍然被精准找到。速度同样至关重要。从发现目标到击杀，即用秒级上报和高层快速拍板，空军执行1600公里远程打击，全程无拖延。这种极限压缩的决策链条是高成功率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孤立事件。当晚，多名革命卫队及其下属巴斯基指挥层在不同地点被同步清除，显示目标不只是个人，而是系统性拆解指挥链。《华尔街日报》披露，已锁定2200余个目标，投射弹药逾10000枚，打击从指挥中心延伸至临时据点，形成持续收紧的追踪网。内部线报和民众信息成为关键一环。随着据点被摧毁，安全人员不得不转向临时或开放空间，反而更容易被无人机监视、信号捕捉与群众识别，出现越躲越显眼的连锁反应。
基层士气下降，部分人员躲入民用或宗教建筑，引发居民恐慌撤离，进一步暴露异常。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行动虽能严重削弱指挥体系与士气，但仅靠空袭与情报难以彻底颠覆政权，反而可能促使幸存层更强硬、更具报复性。真正的优势不在于打得多准，而在于总能先一步找到你，这是以色列猎杀行动的核心秘密。美军近日公开了在中东行动中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的新型挂载配置，显示其不仅能干扰敌方雷达，还能直接发动攻击压制防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在对伊朗军事目标行动中，电子战与实战打击的深度融合已成常态。据 Army Recognition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最新挂载显示，隶属林肯号航母的 EA-18G 参与实施狂鹿行动时，突破了传统电战机仅负责支援的作战模式，转型为兼具电子干扰与攻击能力的复合平台。具体配置包括4枚 AGM-88 系列反辐射导弹，可追踪敌方雷达信号并进行精准打击，实现对防空节点的同步清除。机身感测器可实时锁定电子信号，战机在干扰敌方雷达的同时，立即对其实施物理打击，极大缩短清除防线所需时间。为确保在争议空域长时间待命并捕捉临时启动的雷达， EA-18G 挂载2具每具1817公升的外部油箱，总计3634公升额外燃油，大幅延长续航能力，减少往返加油需求。同时，机上挂载2枚中程空对空导弹，保证执行任务时具备基本自卫能力。专家分析指出，这种作战模式核心在于提升对整合防空系统的压制效率，单一平台同时掌控电磁频谱与实物打击，可快速建立安全通道，系统性削弱敌方防御架构。这不仅体现了技术与挂载的优化，更彰显美军在高度争议空域中维持持续作战优势的能力。另外，美国媒体战区17日报道，日前至少有5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近日从美国东岸起飞，跨越大西洋，经亚速群岛中继，最终抵达中东战区。这一大规模远程调动在近年来极为罕见，显示出美军对于战区雷达能力的迫切需求。这次紧急部署的背景是伊朗频繁利用低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波斯湾及周边国家发动袭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运通道面临前所未有的防空压力。E-2D 先进鹰眼具备强大的下视雷达能力，能够精准侦测低空快速移动的目标，被认为是应对此类威胁的关键装备。这种机型不仅可以远程掌控空域动态，还能为海上舰艇提供实时预警，为关键能源航道护航提供技术保障。然而，此次行动也暴露了美军在预警体系上的不足。目前，美军高度依赖驻沙特的 E-3预警机，但该机型已服役多年，妥善率下降，在持续高强度冲突下存在明显局限。为弥补这一短板，澳大利亚派出 E-7些尾鹰增援中东空域，凸显出盟友合作在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多国联合部署的做法也表明，美军正面对前所未有的空中监控压力，必须依靠协同作战才能有效覆盖关键区域。为应对中东局势快速升温，美国海军近期紧急增派空中预警力量，多架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从美国东岸起飞，横跨大西洋，飞抵亚速群岛，进行中继与整补。军方此举极为罕见，显示美军急需将敏感雷达能力迅速投射至波斯湾及荷姆兹海峡战区，以应对伊朗日益频繁的低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威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